板岩的虚拟混音机架里边呢，今天刚刚推出了一款新的插件，叫做 Transient Shaper， 帮你去控制你的顺态和延音的。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好，我是 Alex。用这个板岩虚拟机架的这个同学们呢，终于有一款这个 Transient Shaper 可以去用了。Transient 就是顺态，就是你声音起始音头。Transient Shaper 呢，就是帮助你控制顺态、控制延音的。这个插件呢，用起来还是相当的灵活的。它呢给了你两个控制，一个是上面这一部分叫 Transient， 就是音头，比如说你有打击乐器啊，踏音头。同时呢，你可以去控制它的 Focus 的 Band， 也就是它的频段。比如说你就希望让低频比较的突出，我说突出是低频的音头比较突出，你可以只限制这一部分。比如你希望让某一个频段的延音比较多的话，下面是延音，所以呢可以控制 Transient， 控制 Sustain， 就是延音。这个 Warmth 呢是给这个 Transient 稍微的变得有点像软消波那种感觉，增加一点点音源，声音听起来圆一些。但是这个 Warmth 呢你不用把这个 Transient 推得很多，这个 Warmth 也可以管用，它是完全独立的。往下呢有几个地方，这是 Stereo Link。如果你关掉的话呢，它左右，如果你是处理的是左右声音有完全不一样的 transient 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这样的话呢，左右分别处理。但是有的时候会让你的声场会晃，所以这个你要自己去听。这个 time 呢，就是决定你来决定这个音头到底有多长，可以是非常非常非常短，就尖尖的一点点，窄窄的一点点，或者呢是稍微宽一些。调这个来找到你认为合适的音头的状态，因为它一旦你限定，比如说你认为前面10毫秒是音头，那上面你所有的 transient 的推起来的这个10的这个位置呢，它就会针对那10毫秒去处理，所以这个会影响到你整体的音色。Listen 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专门听 transient， 也就是音头的部分，或者是延音的部分，或者是整个的输出音量的补偿，如果你需要的话，增加或者减少都可以。Safety Clip， 如果你把这个插件用在了一个比如说很接近0dBFS 的音轨上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它会有一个 hard clipping 在0dB 那个地方。最后呢，干湿信号的混合。所以呢，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鼓组上，我们来看看怎么用它。这样的一个声音，咱们先来听听 Transient。我先把它打开。我现在选择是基本上底鼓的部位，差不多100赫兹以下。如果没有的话，正常是这样。如果你增加起来，你如果把时间调短的话，你会发现那个音头它决定的那个音头的部分就很短。正常是这样。然后 Warmth 有那种被软消波被压下来的感觉。咱们假如说希望要一个干净的声音，接下来我听延音。假如说我希望让中频的部分延音多一些，好，然后现在呢，我来听全部的，没有的，对，它会针对那个频段帮我把有一些声音提出来。假如我想要军鼓的部分的话，或者相反的来说，我不希望有很多音头，我可以把它放下来。你会发现军鼓变成它的很瘪的那种感觉。对，音头如果太多，你可以拿它去减少。有了这个以后呢，你再进到后面的插件呢，你整个的音色就会变。比如说我们刚才调的底鼓和中频的提升，我们现在放一个音源的插件，放一个压缩的插件。如果没有这个插件的话，听起来是这样。放进去，它有很明显的会把你的底鼓部分音源，我们现在把它拽下来一些。换句话说，可以帮你把音头变得更有力度。此外呢，这些东西如果你用在立体声音轨上，其实也可以。你一定要小心，适可而止，不要把整个声音变得很奇怪。我们先不用延音，我们先只用这个 transient。咱们先听一下，我们希望把它底鼓或者打击乐部分、节奏的部分稍微变得硬一点点。我现在监听的是底鼓的部分，差不多100赫兹以下的。OK。咱们好听有底鼓的部分。
有的。没有的。对，所以你的混音如果到最后你会发现它缺少一些某一个频段的力度的话，用 Transient Shaper 其实特别容易就能把这些动态找回来。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后面再加一个压缩的话，你就可以利用 Transient Shaper 出来的声音，比如低谷的声音去触发你的压缩，让你整个的动态更好一些。可以这么去使用。所以呢 Transient Shaper 长得还挺好看的，如果你是百言的混音机架的用户的话，别忘了去下载。好吧，我们先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支持，别忘了订阅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